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上次我解释了我如何拥有第一台露营车，然后通过自用跟出租的方式，几乎没有花什么钱。然后这一次我就要来解释一下我第二个露营车又是怎么样的情况，跟为什么要买第二个露营车，什么时候是买露营车最好的时间，跟在检查或寻找二手露营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地方。为什么要换露营车呢？这个 Toyota Winnebago Warrior 不是很好吗？它 size 很小，老婆也可以开，它可以停在大部分的停车位，然后呢，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经过了2年，我们知道我们的需求变更多了，我们的要求又变更多了。它停在一个地方以后，我们在车内2个人经过就变得非常的拥挤，然后已经不太符合我们的需求。当我们使用越多，我们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露营车了。什么时候是看二手露营车的最佳时机呢？春天是不太好的日期，因为春天的时候大家已经想到夏天要用露营车，所以很多人在寻找露营车。到了夏天，那更是不得了，那夏天的价钱非常高。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很多人因为夏天已经用过了，或者是说他不想要冬藏这个露营车，他就准备开始拍卖。可是要等到了冬天呢，这个露营车的车价就跟温度一样，尤其是下雪的时候，如果他还在卖露营车的话，那就表示你可以拿到一个非常好的价钱。经过了2年的使用，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的需求。像我们就会去了解，比如说它的清水箱的容量、它黑水箱的容量、它污水箱的容量，跟它内外储存空间，跟它空间设计有没有最优化，而不是浪费空间。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比较适合的空间可以做某些事情，这在没有用露营车之前你是没有办法想象，要你经过一些累积的经验以后，你才会知道你自己更需要什么。以我选择的这个23CB，CB 的意思是 corner bed，所以它后面的 corner bed 是 double bed 的 size，但是前面的 bunk bed 是 queen size 的 size，它特别有2个大的跟小的 dinette，2个都可以 convert 变成睡觉，然后呢，它同时有9个 CB，所以你在行车的时候，同时可以承载9个人。它的好处还不止这些，看看它的 spec，它的油箱是55，它的 fresh water 是50，它的 grey water 是28，它的 black water 是22。更重要的是它的外面的 storage 就是93，而且它的 storage 有个非常大的门，所以你不管塞什么东西都不是问题。最近有朋友找房车，要我给个意见。他找到这一台1998年 Four Wing Motorhome，接近8000块，然后8万迈。但是我注意到它的照片只有外面，而且照片都已经显现 fiberglass 已经凹凸不平，这表示它绝对已经有 water leak 的 problem，而且还算蛮严重。像这样的房车，我绝对不会考虑。说到这里，我想你已经猜到我的做法了，没有错，我就是冬天顶着下雪的日子，开着2个小时去找到这一台23CB，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的比较，21尺跟25尺的比较，它就多了一个 corner bed，然后它的 dinette 变得比较大，它的前面的 bunker 变得比较大，所以所有的厨房、浴室都变得比较大，尤其是它外面的 storage 是非常非常好的 size，像这一些 Class B 大部分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 storage。我们从1992年的换到2012年的，这是一个20年的提升。他们在房车设计，尤其是空间的利用上，已经最优化。就算是更新的房车，没有办法再太多的优化这个空间的使用了。虽然说这样做会让我同时拥有2台房车，但是我知道，就算是经过冬天、春天跟夏天来的时候，房车的价钱会更好。为谁辛苦为谁忙？我想小孩子愿意跟你一同出游的日子也没有那么多，就是那么几年能够出去 camping 的机会。一旦等到他们 teenager 或上高中，准备功课、准备学业，
那能够出游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又可以自用又可以出租，你觉得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再想想看吧。黑天鹅很快就来到了，好处是我因为都是现金购买，我并没有贷款的负担。然后等到了2020年 pandemic 开始的时候，这个出租就一落千丈。第二个 RV 的收入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价钱又比较高了，从175、185到195，然后2000年 pandemic hit，我把所有的 renovation 都 clear out，拿来自用。然后我们去了 Yellowstone，我们也去了优胜美地，然后这些 RV 的 income 又足以支付我所有的支出，所以这个 RV 也是一样，几乎能够 pay itself。为什么又把第二个 RV 给卖掉了呢？因为自从 pandemic 以后，大家都觉得 RV 出游是一个最安全的方式，所以二手 RV 的价钱节节上升。所以我个人在这时候又需要一笔资金来做不同的投资，所以我们就忍痛高价把这个 RV 给卖掉了。所以2次 RV 我都能够低买高卖，然后还赚得自己使用的机会，真是不可思议。至于第3个 RV 是怎么样呢？那就等待下一个影片吧。希望这样的 information 对大家有所帮助。那我们就下次见了。